11月9日，地球上最大的银行 ICBC 再次遭到网络黑客的勒索攻击，具体的攻击地点位于这家银行的美国分行。攻击者随后就亮明了自己的身份，他们就是大名鼎鼎的 Lockbit。据说11月13日，这家银行就私下按要求向 Lockbit 支付了赎金。该黑客组织于2019年成立。一般的网络黑客只是游侠或小毛贼，他们大多数攻击对象都是个人或小目标，但 Lockbit 的攻击目标正好相反，几乎是清一色的跨国公司和国家政府组织。他们至今已经发起了数千起网络攻击，截至2023年第一季度，已公开的受害者就有1653名。其中，美国、印度、巴西是重灾区，教育和医疗行业受害最为严重。随便说几个倒霉蛋儿给各位长长眼：美国石油管道公司、德国铁路公司、法国电信公司等等等等。光是今年下半年，台积电被勒索7000万刀，日本名古屋港口受袭一度停止运营，波音公司商业敏感信息被窃取。因此 Lockbit 所过之地不能说是寸草不生吧，但也是哀鸿遍野。开头说到 ICBC 是再次受到 Lockbit 的网络攻击了。早在2020年 ICBC 香港分行的在线交易系统就被攻破过。俗话说道义有道，看来 Lockbit 也是不咋地呀，这是紧着一只羊的毛往死了薅的节奏。等一下，为什么 Lockbit 攻击后会主动亮明身份呢？没错，这和大家概念里传统黑客低调暗黑的风格完全背道而驰啊！这不就等于武松杀了张都监，然后在鸳鸯楼的墙上血书了一句“杀人者打虎武松是也”。但这就是所谓的艺高人胆大，毕竟水浒那旮旯明知山有虎，偏上明知山的二货屈指可数，所以 Lockbit 也不是吃素的。最主要的是，你不报上自己的名号，受害者向谁支付赎金呢？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 Lockbit 的网络攻击原理和攻击方式。我闻到了一些焦糊味，估计大家的 CPU 都可以做煎饼果子了吧？那好吧，现在我们请出一位业内高人来为大家揭秘一次 Lockbit 的攻击行动。有请前 Lockbit 非正式注册和不定期兼职成员。大家好，我是 Alex Maximovic Bishkov。求懂吗得？你想欺负我没文化是吗？这不是高尔基的原名吗？ Alex Maximovic Bishkov 的邻居，大家可以叫我 ChatGPT。靠，差点闪了我的水蛇腰，请继续。去年我策划了一次高度机密的组织行动，我们的目标是一家快餐店，这家店生意非常好，所以要招服务员，我就去了。等我成为这家店的员工以后，我就想办法获得了店主的信任，并得到了快餐店的大门钥匙。一个周末的早上，我把快餐店的大门锁了起来，并且把钥匙藏在了方圆500米范围内一个隐藏的地方。通常当天的顾客都是最多的，所以快餐店大门口不一会儿就聚集了很多顾客。当老板赶来的时候，发现大门的锁子上贴了一个纸条，我把大门钥匙藏在了附近，1个小时之内给我1万马雷，我就告诉你钥匙在哪里，否则后果自负。结果呢？结果老板按时拿到了钥匙，开张大吉，我也获得了5000马雷，皆大欢喜。你不是要求老板支付1万马内吗？怎么只得到了5000马内？老板也不是傻瓜，他要是在支付的1000马雷上做了标记，想要事后找我算账，那我该怎么办？所以我只能找人去除这些标记，费用是3000马雷。另外我还花2000马雷找了一个送外卖的，让他帮我去和老板拿马雷。如果我亲自去，估计老板会翻脸，毕竟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对吧？这倒也是，要不就你这5000马雷，估计连医药费都不够。老板为什么不找个开锁公司去直接开锁呢？这能花几个钱呢？没错，如果这样做的话，老板先要去打听一个技术高超的开锁师傅，然后再联系到对方，再等到他上门服务，也许时间已经过去1个小时了。而这家店1个小时的销售额如果超过了1万马雷，换成你是老板，你会如何选择呢？そうですね。上面的故事里，查特隐藏钥匙的方法就是 Lockbit 的勒索软件。
对于被加密的数据 ，Lockbit 都设定了时间限制。如果受害者不在时限内向他们认怂，等超过时限 ，Lockbit 就会把觉得有用的数据拿去黑市出售，而那些没用的数据则可以随便删除。对于受害者来说，不管你是卖还是删，都是要命的，所以最终只能认怂。因此，这次 ICBC 也只能暗地里服软。因为就算你能找到一些计算机大神，慢慢分析解密这些被勒索的数据，可 time is money， 多耽误一天，对于银行来说造成的损失可能就是上百亿呀！果然是一招鲜吃遍天呐！自2019年成立至今 ，Lockbit 使用的勒索软件已经升级迭代到了 3.0 版本，而且几乎每年会做一次大的软件更新。毕竟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魔高一尺，道又高一丈，但最后只能磨刀霍霍向羔羊了。而这都得益于 Lockbit 的技术联盟计划。通过这个计划，他们会利用高薪主动挖角一些业界的技术人才，还会主办一些网络安全比赛，发现一些好苗子收为己用。更夸张的是，他们还提供1000至100万刀的丰厚奖金，来邀请各种网络安全人员帮他们测试勒索软件的稳定性和安全性，真正做到了不是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儿。所以这就是 Lockbit 出道即巅峰，而且一直在嚣张的原因。什么？一个黑客组织居然还搞什么技术联盟？一个勒索软件还请人测试安全性？等等，我好像隐约觉得哪里不对劲儿。Lockbit 这么赤裸裸的作奸犯科，几年下来，难道没人管得了了吗？这个问题问得好。古人云：窃狗者诛，窃国者诸侯。一个毛贼不可怕，一伙毛贼就有点危险了。特别是这伙毛贼背后还有一些不可描述的势力，那就细思极恐了。简单来说，随着这几年的曝光度 ，Lockbit 越发显得后台绑绑硬，底气杠杠粗。据说 Lockbit 之前全球勒索软件的老大是一个叫 Conti 的软件组织。俄乌战争爆发后，该组织中的人各支持一方，发生了内讧。其中一名来自乌克兰的成员因为嘴笨，吵架总吵不赢，一怒之下就泄露了组织内部的聊天记录和数据代码。其他人见状，立刻做鸟兽散。随后 Lockbit 就异军突起了，并喊出了一句口号：让勒索软件再次伟大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一个失忆的程序员和一个失忆的美术生一样危险，哈哈。Lockbit 勒索软件的初代版本最早出现在一个俄语黑客论坛上，随后就逐渐开始在全球互联网上大行其道。目前 Lockbit 的勒索软件已经在全球排名第一，每3起网络勒索案件中就有一个是 Lockbit 的杰作，但也有例外。有消息称 Lockbit 的首领 Lockbit Sub 要求组织内的攻击目标不能针对一些特定的 IP 地址，而这些地址都位于他自称的出生地前苏联。现政府对于 Lockbit 的势力扩张和黑客行为似乎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在此基础上，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力， Lockbit 组织内的广告部门还搞起了各种花式传销。为了吸引各级代理商， Lockbit 声称只要有人愿意在身上纹上 Lockbit 的标志，就会得到资金奖励。更夸张的是， Lockbit 还公开悬赏100万刀，只要有人能够提供其首领 Lockbit Sub 真实的个人身份信息。这种贼喊捉贼的手法，一方面成为了十足的广告噱头，另一方面也为隐藏其首领提供了反向保护。说到这儿，关于 Lockbit 首领 Lockbit Sub 的故事，大家如果很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给我们，我们可以邀请一位在 Lockbit 刚刚注册的非兼职成员来聊聊天。好的，有趣的节目以后会有很多，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До свидания.